我们上次不是装好了 WCL Ubuntu 吗？很多人心里一定在想，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在里面装 Docker， 把那个又肥又大的 Docker Desktops 给丢掉啊？这问题问得太好了，答案不只是可以哦，而且搞不好还更好用。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一步一步把它搞定。好，那今天的路线图长这样哦。首先，我会先聊聊为什么我们要这么麻烦不安装 Docker Desktop。接着就动手啦，先把 WSL 环境准备好，然后安装 Docker 引擎。再来就是今天最关键的小魔法——网络端口转发。最后，当然啦，有装就要有拆，我也会教你怎么把这些设定干干净净的移除掉。OK， 第一站，我们先来聊聊到底为什么我们要自找麻烦，不直接用官方的 Docker Desktop 就好了呢？这背后其实是有原因的。大家摸着良心说，你是不是也遇过 Docker Desktop 某次更新完就开始闹脾气，或者更惨的是，你想把它移除掉，结果发现，怎么都清不干净啊，超烦的，对不对？没错，你不是一个人，很多人都在抱怨这个问题。那直接把 Docker 装在 WSL 里面有什么好处？首先，刚刚那个移除不干净的问题就直接拜拜了。再来，也是更重要的，你可以用一堆 Linux 原生的管理工具来玩你的 container， 那个自由度跟控制权真的不是 Docker Desktop 可以比的。好，理由讲完了，我们就来动手吧。第一步当然是确保我们的 WSL 环境是准备万全的状态。OK， 正式开始前，我们先来个快速的环境检查。麻烦你哦，用系统管理员的身份打开 PowerShell， 然后确认一下画面上的这3个指令你都跑过了，这很重要，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大家都是从同一个起跑点出发，等一下才不会出问题。好，暖身结束，环境确定 OK 了，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啦，我们要进到 Ubuntu 里面，把 Docker 引擎本人给安装起来。OK， 现在请打开你的 Ubuntu 终端机。第一步，我们先跑一下这个指令，它在做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先更新一下系统的软体清单，然后装几个等一下会用到的基本工具。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盖房子前要先打好地基嘛，对不对？这样等一下我们加入 Docker 官方软体来源的时候，才会顺顺利利。地基打好了，下一步我们要加入 Docker 官方的 GPG 金钥，这一步超重要的哦。你可以想象成这是拿 Docker 的官方身份证呢，给你的系统看一下，做个身份验证，这样就能保证我们等一下下载安装的软体是100%原厂正货，而不是网络上不知道哪里来的山寨版，安全第一嘛。好，系统看完身份证，知道 Docker 是谁了。那接下来呢，当然就是要告诉系统去哪里找 Docker 啊，也就是它的住址。这个指令做的事情就是这样，把 Docker 官方软体仓库的地址加到你的系统清单里面，这样系统就知道要去哪里下载正版的 Docker 咯。OK， 所有前置作业都搞定了，终于来到最兴奋的一刻了。我们再更新一次套件列表，确保拿到最新的资讯，然后就是这个指令，把它执行下去。Docker 引擎、命令列工具，还有一些相关的好伙伴，通通会一口气帮你装到好。好，安装完成了，但先别急 ，Docker 服务它不会自己跑起来哦。我们要先用 systemctl start 这个指令手动把它叫醒，然后再用 systemctl enable 这个指令跟系统说，下次开机记得要自动启动 Docker 哦，这样以后就方便多啦。那到底有没有成功呢？我们来验证一下。在终端机输入这个超简单的指令 Docker-version， 如果画面上有顺利跳出 Docker 的版本号码，那恭喜你安装成功啦！这边分享一个懒人小技巧，你是不是觉得每次打 Docker 指令都要在前面加个 sudo 很烦？来执行这个指令，它会把你现在登录的使用者加到 Docker 这个群组里面，这样以后就不用再打 sudo 啦。对了，要记得哦，这个设定要重新登录之后才会生效。OK， 到目前为止 ，Docker 已经在你的 WSL 里顺利运作了。但是你很快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跑起来的服务好像只有你自己的电脑，也就是 localhost 可以连得上。那怎么办呢？别急，接下来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时刻了。问题其实很简单啦。
预设情况下 ，WSL 里面的 Docker 网路跟你的 Windows 是分开的，所以你跑起来的服务只有它自己，也就是 local host 连得到。那你在同一个 WiFi 下的手机啊、平板啊、另一台电脑啊，通通都连不上。为什么会这样啊？你看这张表就懂了。你的 Windows 主机，也就是你的电脑，它的 IP 位置可能长得像 192.168 等等开头，但是 WSL 里面的Ubuntu呢，它的 IP 却是172等等开头的。你看，他们根本就不在同一个网段嘛。这就像你们是邻居，但住在不同的大楼里，邮差只知道你 Windows 这栋大楼的地址，根本不知道怎么把信送到隔壁 WSL 那栋去。所以啦，现在就是施展魔法的时刻咯。这个魔法的名字就叫做端口转发，英文叫 Port Forwarding。我们要回到 Windows 的 PowerShell 来下这个指令哦。它的作用就像是你在 Windows 这栋大楼的门口请了一个管理员，然后跟他交代，管理员，以后只要有人要来找我，也就是 Windows 的 IP， 而且是按80号门铃的，你就直接帮我把讯号转接到隔壁 WSL 大楼的8080号房。这样是不是很好懂？记得哦，指令里面的 IP 位置跟端口号一定要换成你自己的哦，不要照抄哦。好，管理员设定好了，但还有最后一个关卡，就是 Windows 自带的防火墙。这个防火墙就像大楼的保全，预设是不让陌生人随便进来的，所以我们还要再下一道指令跟保全说，放轻松，以后从80号门铃进来的都是自己人，直接放行，这样我们网络上的其他装置才能真的连进来。赞，到这里大功告成。不过呢，一个好的工程师不只要会装，也要会拆嘛，对不对？所以最后这个部分我们就来学一下，如果以后用不到了，要怎么把这些规则给干干净净的移除掉。首先是我们刚刚设定的那个管理员，也就是端口转发规则。你可以先用 show 这个指令，看看现在总共有哪些规则在运作。确认你要删掉的是哪一条之后，就用 delete 指令。后面一样指定 IP 跟端口，就能把它给开除了。那防火墙的保全规则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先用 get 这个指令搭配我们当初取的名字，像是 allow Docker port 80，把它找出来，确认就是它没错之后，再用 remove 指令就可以把它干干净净的删掉啦。好啦，到这里从安装到网络设定再到移除，全部都交给你了。你现在已经拥有一个比 Docker Desktop 更轻巧、更灵活，也更有掌控权的 Docker 环境了。那么，准备好开始动手了吗？下一个，你想用它来打造什么酷东西呢？